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上一期咱们聊了德国最古老的小城特里尔，以马克思红色旅游每年吸引15万重播游客。而距离特里尔不远的恩格斯的故乡伍珀塔尔，也在尝试利用恩格斯的影响来促进旅游发展。伍珀塔尔位于德国西部的伍珀河畔，城区起伏的地势使其成为德国台阶最多的城市。然而这座城市最知名的标志就是伍珀河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空中铁路，同时这里也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药物阿司匹林的诞生地。伍珀塔尔于1929年由埃伯菲尔德和巴门等5个城镇合并组成，经历了2战轰炸和战后重建，如今是德国最环保的城市之一。早在19世纪，园林设计师就在伍珀塔尔设计了众多的公园和花园，以确保工业化时期公民的健康与康复。作为欧洲花园网络的一部分，这里不仅包含了德国第2大私人景观公园，还有可一览城市全景的北园天空步道，连伍珀塔尔的动物园也被赋予了绿色花园的概念。这座1881年开业的动物园也是德国最现代化的动物园之一。说到动物园，游客们可能更好奇的是那头名为跳水的小象。1950年7月21日，一头4岁的小象被带上了空中铁路表演，但不幸的是，它从12米高的车厢掉到了河中。在出事地点附近的墙上，还有艺术家为小象留下的纪念。这算是伍珀塔尔空铁运营历史上发生的一次典型事故。伍珀塔尔空铁就像是一条横卧在市区的钢铁巨龙，是世界上最老的电气高架悬挂式铁路。整条空铁全长13.3公里，其中10公里在伍珀河上方，全程共设20座车站。从1901年就已开通的空铁不仅是伍珀塔尔的标志，如今更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体验之一。除了现代化的车厢，空铁还保留着古董级别的凯泽尔凡德皇帝专用车，这是1900年10月24日德皇威廉2世首次试驾空铁时乘坐的专车。即使在今天，游客们仍然有机会像皇帝一样在空中漂浮，可以坐在怀旧复古的车厢中悠闲地享受咖啡和丰盛的美食。目前这皇帝专车可用于私人婚礼、会议等活动。这段漂浮旅途中古香古色的气氛一定会令人难忘，不但可以在伍珀河上方享受绿色清新，还可以欣赏到伍珀塔尔的古典与艺术。可爱的乐高桥、街头的大摆钟，这就是恩格斯的故乡伍珀塔尔，一座典型的西欧城市。你想去漂浮一次吗？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